这于林汉太漂亮了，难怪马师傅从来不骂她。师傅呀，确实从来不骂我，但是呢，就是不允许我说不行、不能、不会。只要我说了一个不字，就得拿着这焊枪呀，在墙上练习滑到100米。我这胳膊当时都练肿了。好，厉害厉害，真厉害！我看是嘴唇给吹肿了吧？主任，散了。干活吧。主任，崔知新呢？我这都碰得头破血流的回来了，你就别在我伤口上撒盐了呗。是我没本事啊，一个技师都办不下来，谁还能为工作奋斗啊？其实吧，您那一代人工作是为了梦想而奋斗，而我们呢，就是为了生存。你得有个挣钱的工作和五险一金，梦想吧，就弄丢了。梦想还是应该有的。就是不知道等到我头发白的时候，它能变白吗？应该会的。快去我办公室，魏成等着给你办理借调手续呢。他借我啊？嗯。全额奖金。你为什么要把我调到你这儿来？因为你的焊工技术很牛啊。你不是说你的泵不需要焊了吗？让我去当前台啊？有人说过，尊严就是无论你到了任何地方，都会被当成一个人物看待，而不是一样东西。用你自己的本事换来的尊严，最值得尊敬。你要想戴白头盔，技师这个台阶你必须要迈上去。我可以帮你解决技师职称。算施舍吗？那你帮我翻墙算不算施舍？签字啦。瞪什么瞪啊？焊枪拿惯了，劲儿没掌握好。以后你我是雇佣关系，雇佣关系的第一条就是要记住，我是甲方，你是乙方。就是不知道借调完之后，车间还在不在了？能保住实验就不错了。日前 ，ST 陆山重工经过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结果等论证和沟通协商后，今天正式披露重组预案。ST 陆山重工按照规定复牌。复牌期间 ，ST 陆山重工将根据相关规定积极推进各项工作，会同有关各方就交易标的范围、交易方式以及重组预案的相关内容和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论证和协商。首次披露重组方案后，在尚未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审议公司本次交易事项之前，陆山重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呐。各交易日披露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方伟正，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字了，是咱们俩一起去办，还是请律师来办？哥，新闻都播了，看来陆山真的要复牌了。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重工换金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可腻了。连邱副省长都管不了的事情，我们说什么都像是杞人忧天，不如做好自己的事情。来，我看看。这就叫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偏执狂不是因为偏执的够疯狂才成功的，而是因为成功者有时候需要偏执狂的不信邪、不合群、不动情。不动情？那你干嘛把替你车的尖子接调过来啊？还帮人申请了技师直升啊？陆山1号的装机实验不需要成熟的技师吗？需要。但我觉着啊，你俩五行相克。我们俩何止五行相克，连五官都相克。没办法，谁让我欠了个人情呢？先克着吧。有件事情要说清楚。这个专利上虽然没有你的名字，但有你的心血。一旦转让成功，我会把你那部分给你。哎。来，小王，哎，来，慢点啊！师傅，这边怎么样？啊，没什么问题，放心吧。王师傅，马上准备试机器啊！好嘞。五行相克兑现了，带上。我们就来看看，能有什么危险啊？进入工区都得戴头盔，否则您就站在这儿看。哎，你说你，非得跟海比公司的挖机做竞争，原公司的挖机装上了他们家的迸发，那都比不过原装机。现在换上你的，怕你输到哭啊！要是我赢了呢？那只是万一。干嘛？开始吧。等等。师傅，您跟我来一下好了。你先，你先。师傅，下来一下。哦，换这位师傅上。啊好，辛苦了。不辛苦。好，辛苦师傅啊。
想不想了解一下那边的比赛情况啊？现场那么安静，胜负悬殊应该不大，谁输谁赢说不好。学过心理学啊？给大脑放松的时候当闲书读过几篇。吹，你就吹吧，你就是当今的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还有居里夫人。牛顿在22岁的时候就已经发明了牛顿三定律，爱因斯坦在26岁的时候提出了改变全世界的相对论，爱迪生32岁点亮白炽灯，居里夫人36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我跟他没法相提并论，你这种玩笑不好笑。我没跟你开玩笑，我真的很羡慕有知识的人。比赛超时30秒。停！这边长宽是多少？长6米，宽5.2米。深呢？长宽6.2米。陆山1号泵内无非正常压力内泄和磨损，容积效率正常。刘浩2个装备差不对，分别是14升对13.5升，跟机手习惯有关，可以忽略。算对了再说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成绩啊。成绩说来，他赢了，愿赌服输。恭喜你啊！政治部有作弊吗？干活干活！没有他我们就赔死了。我们是用数据说话呀。知道金燕子刚才为什么把2个机手给调换了吗？等等，下来一下。哦，换这位师傅上。啊好，辛苦了。不行。王头盔的挖手看上去就是一个最普通的老机手，可是，在刚才的比赛当中，他比那个戴着蓝头盔的操作规范的技师多挖了11下。人的因素决定了输赢。五行相克，但被克输的怎么会是你呢？我输了吗？我赢了。Ladies and gentlemen, even if we can improve our sales and discounts in China, even under this positive economic climate, all we need to do is we wait for our counterparts in China to be refreshed. We wait for the Chinese to solve this technological issue of the pump and the valve. It'll be at this time that they realize that the old paradigm, this money for manpower, it's outdated. And they're going to realize the vital importance of reinve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industrial superpower and Industry 4.0 as promoted by Germany. Recording. Yeah, there's our arrival. But it seems that they are occupied by trading heavy industry for financial assets.
相比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工程机械销售下滑，这一轮已经持续了3年多的市场重挫，表现出更强的持续性。至今没有任何人能够准确定位实质性回升将何时到来。海比欧等一线大牌公司纷纷选择全线下调价格，力保1%的年增长。日前，发改委公布的信息显示，产业协调司组织召开了工程机械行业经济形势座谈会。省长，您过来了。哎，受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低价竞争的影响，今年工程机械主要产品海比欧现在下挫严重，他率先提出降价，是不是出于回笼现金的无奈之举啊？我觉得他们是看到了市场回暖的信号，主动出击，抢占市场份额。但企业的品牌效应还。刚才国家统计局传来数据，说现在的市场形势和基建工程复苏的势头正在加剧。我认为工程机械的复苏也会随后降至。陆山再坚持一下，很快就会熬出头的。方瑞洲估计现在在证监会跟他们讨论重组的细节。是，请走。我这次来是传达胡书记的指示。书记问，报告为什么以牧羊同志个人名义而不是以省国资委呢？我说，牧羊同志考虑到这件事情，省里跟北京方面已经多次的交流了，而且大方向都定了。现在呢，处于复牌阶段，以省国资委的名义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怕有些不合时宜，以他个人名义发，方便大家说真话。那胡书记怎么说？胡书记说，人云亦云是从众，是没有思考能力，更是没有担当。让我再次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重新讨论，形成决议后，报省委。我一定做好这次汇报。也要做好通不过的准备。明白，毕竟是让举过手的同志再举一次手，是很难的事情。也包括我。您看，当时就是在这儿做的实验。图纸上的数据啊，永远没有实践中的真实。你的陆山1号装在自己的挖机上，跟海比欧的挖机比，油耗和土法两人都小什么？有些数值和世界一流水平还是有差距的。没有盲目的骄傲，我错。陆山重工还能做回到一流的自己吗？重工换金融，它已经不是自己了，何谈一流呢？那你愿意让陆山重新回到主业，重新朝着一流奋斗吗？邱省长，对不起，陆山不管是干重工还是金融，我都不想参与了。我就是一个搞科研的，我的使命就是干高精尖。魏成，你眼中的陆山1号，是存在于专利证书上，还是电脑里、图纸上、精品展厅里，还是在700多万台工程机械上？高精尖不只是高高在上，它是能弯下腰，融入到生活里，进而改变世界的。你闪开点儿，净碍事。我也是在工作，怎么叫碍事？拿着书本的男的再用功，再干家务活的女的旁边都叫碍事儿。请你注意你的措辞，这不是你家。咬文嚼字儿。小心，哎，好。走。听张斌说，邱副省长找你谈话了，是不是重工换金融的计划要停止？
猜对了吧？要我说呢，这事儿你就应该干，而且必须干。咱们俩的关，咱们俩仅限于雇佣关系，这里面不包括你什么都可以问我什么都要回答。那你可以问问你妈，还有你继父，2位老人省吃俭用，怠慢马爷也要送你出国读书，为了什么？光宗耀祖啊！你和马爷祖宗压根儿不是一拨人，好吧？别以为你自己很厉害，双博士学位。我告诉你，人最大的本事是爱别人的能力。你在这部分就是个不及格。前面的工序精度没有控制好，都干成这德行了，你让我焊接来救啊？我不干。你是不会干还是不想干？哎呀，都多大岁数人了，怎么还那么大脾气呢？不急是假的。你知不知道这有可能是咱俩干工人最后一单活了？我干，先冒后汗。都看了一辈子了，还没看够啊？我对这些机器设备比对我儿子都了解。咱们从被人尊敬的工人老大哥，干成了这副穷德行。年轻人都跟赛跑一样的逃离了工厂。你还没干够啊？不是没干够，是不理解。你这个国家就不要工人了吗？工人就不需要手艺了吗？就真的是一摁这个键盘，所有东西都能变出来吗？我是没有什么改变咱们公司的新的技术，我也改变不了公司要转行干金融的决策。但是你想的是，一个全国劳模应该体面的退休，体面不是让人记得你的劳动奖章，是能够有人能把你的手艺传承下去。工厂没了，传给谁呀？不想了，来喝口水。晚上车天冷，我给你拿个大衣啊。不用了。下面进行最后一个议题，关于麓山重工重组的再研究。省长，麓山重工重组这件事，常务会议已经研究过了，形成了统一性的意见。今天又讨论，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啊？牧羊同志在担任省国资委书记之后，在具体抓办麓山重组的问题上啊，有一些新的观察和思考。核心就是麓山重工重组要不要叫停？哎，亲爱的，你在这干嘛呢？等魏成呢，让他赶紧把我的机师证给我，我就撤了。你们俩应该想一块儿去了，他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那幸亏我先提出来，否则就变成他轰我了，完美。行，那你给我吧。等他从省政府开会回来，我让他签字。哎，他去省政府开什么会啊？没说，只是把一台麓山1号和海比欧1号设备带走了。这个先不麻烦你了，这个呢还是我亲自交给他比较好。
陆山重工复牌了，工是越拉越满，这个箭是不得不发。但越到这个时候，越需要冷静，否则箭射出去就回不了头了。复牌并不等于停止思考。那下面，请慕言同志谈一下他自己的思考。其实啊，考虑最多的就是3件事：一，我省还要不要坚持以装备制造业作为产业的支撑；二，我们要不要扭转实体产业脱实向虚的倾向；三，陆山重组后6000名职工和由此波及其产业链中上万名职工的下岗之痛，我们能承受吗？总之一句话，我省重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哎，方总，陆山1号专利拿到了，你就跟我一起去银行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今天不行，我要开个会。是省政府吧？对。你后续的计划我看到了，接下来要做极端气候的试验。我跟财务已经交代了，你什么时候要，我就什么时候给你打款。重工换金融计划不会干扰你的科研。我也希望你的科研不要干扰到我。用资产置换的方式，腾笼换鸟，既可以保住上市公司的壳，又可以用金融等优质资产赚的钱，补贴陆山重工较困难的工程机械业务。这种多元化方向的重组啊，不少国企已经完成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争论呢？这其实啊，还是出于最现实的考虑，短期内改善上市公司的业绩，以实现保壳的目标。但是保壳成功之后呢？近2-3年以来，金融业占 GDP 比例在快速的提高，而制造业的比重却在快速的下滑。这个变化不正常啊！实体经济越来越差，虚拟经济越来越好，长期下去就会掏空实体经济，提早进入产业空心化的时代。但是这也不是我们一家陆山重工能改变得了的嘛。那为什么不能从我们的陆山重工改变起呢？从房地产投资和基础建设的加速开工来看，势必会带来工程机械的认复苏，而不是假回暖。更重要的是，行业周期的即将结束。08年开始大规模销售的工程机械，这2-3年基本到了报废的年限。我只能说呀，我们已经处在最黑暗的黎明前，越难的时候越应该走下去。振兴实体经济的主战场是制造业，而振兴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是新技术。我们陆山重工即将拥有按照国际标准自主研发的高压铸材泵陆山1号。下面我就请陆山1号的发明人魏成来给大家详细的谈一下。各位领导好。
这一台高压柱塞泵是从海比欧进口的。10年前，陆山等国产整机厂的生产计划是由像海比欧这样的外国公司决定的，是因为他们配给我们多少油缸、泵、阀，我们才能生产出多少台整机。但是现在有了它，我们就不缺芯了，就不缺翻盘的可能，仅价格就有20%的优势。魏成，你继续说。各位领导，说句不该说的，中国这么大，少几个理财产品是可以的，但是缺少高水平的装备制造业肯定不行。只会玩钱，没有核心技术和大工匠的企业是得不到尊重的。通过。哎，林总，这是给您的资产置换谈判发言稿，董事长已经审过。董事长怎么不去啊？还不是那个副省长多事儿。今天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还要讨论重工换金融计划，真是愁死了。您慢走啊。突然忘了啊，我今天的腰啊是要去复查的，安主任，你去代劳了。啊？那这不合适吧？我这级别也不够啊。就按照董事长的发言稿念啊，这事儿呢没有级别，只有规定动作。不是林总，通过。要想麓山这棵大树长得枝繁叶茂，就需要根系的发达和健康。而这个根，就是人和技术，是老一辈积累的工匠精神和年轻一代的创新驱动。这两样是钱买不来的。我的话说完了。刚才大家对于麓山重工下面究竟该走哪条路，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政策最忌讳的就是急刹车，但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不能丢的。至于我们领导干部的什么面子问题、权威问题，和老百姓的幸福相比，都不是问题。下面进行表决。同意暂停重工换金融的，请举手。我觉得也是可行的。同意。王董，我还是把我该说的都说了。未来3年，液压系统的产值是600-700个亿。董事长，带动产业链下端的工程机械的产值是6-7千个亿。如果这一次您抓住了、顶住了，不仅可以完成庐山重工的产业升级，而且还可以成为你个人人生的高光时刻。坐吧。明总呢？明总腰伤犯了，住院了。是今天，或者说是几个小时之前刚住的院吧？万主任，替我到医院看望一下明总，提醒他，腰不好扛不了事儿，以后就多休息啊。重工换金融在常务会上被踩了刹车。但省委没有拍板，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的。那要不就等省委的决定？不等了，也等不起，这么多人要吃饭呢。我今天宣布3条啊。第一，各地拉回来的设备，按照残值的80%快速回收货款。第二，首付
原本2成，3年按揭的，改为5年，把逾期率控制在2%，降低风险。第3，除销售部门之外，所有机关成立催讨欠债小组，工资奖金按照追缴货款的数额按比例发放。都把头抬起来，我们死不了的。胡希格尔，婚离定了。那个该死的股票，你就是千刀万剐也要给我个人头衔赔我1半。行，赔。那我的外债咱俩一人1半呗。你背的债，别想让我替你承担1分钱。还有，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别想再见女儿。你回来了。这些事儿让钟点工干就行了，干嘛自己干？女儿怎么样了？这是离婚协议，你把字签了吧。行啊，这样对大家都好。我只是不理解，都这个时候了，你干嘛亲自把家里打扫得这么干净呢？不是因为你，那什么意思？女儿要回来了，她不知道咱们俩要离婚的事儿，我要搬回来住。演戏啊？演戏。你说你这是何必呢？女儿都这么大了，你跟她明说不行啊？不行，方日正。你女儿一辈子离不开医生，一辈子不能受强烈刺激。不要以为你的重工换金融被省政府踩了刹车，你就不管我的死活，拿女儿的健康用脚踩。也许下一个要踩的就是我自己了。太好了，我真希望你早一点被踩。你要是被踩了，也许咱们就走不到今天这个地步了。行了，不说了，我都听你的，好吧？演戏，就演一个幸福家庭的幸福角色。你最好别演砸了。我回头就跟您签合同啊。哎，好嘞，再见。你重色轻友是吧？有相好的带回来，我不介意。瞎说什么呢？是董梦石要回来了。他要回来那正好啊，一块儿住，又省一大笔钱。我也不想花这笔钱，但是董梦石他自己坚持一个人住。This is check for the hard work. Thank you. When you arrive, give me a call, okay? Sure. We'll miss you. I will miss you. I will miss you too. What's this? Thank you. 得到美国老板的拥抱，不容易。可是支票上的数字也只够买1张机票。我要回国了。我也是。我准备订这趟航班，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像这样的廉价航班会经停很多地方，耽误很多时间。你这种千金大小姐能坐得住吗？你完全可以直飞啊！直飞也要12个小时。像我这种千金大小姐，路上没有人聊天，很无聊的。好了，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你呢，陪我坐这趟航班；我呢，给你把机票订好。
这个呢，是我的银行账号，记得把机票钱给我啊，除非你不走了。再见。不是我。哎呦喂！你要的书和资料都在这儿了啊。你等等，啊？书不齐吗？数控编程和自动焊接这些书我们要借回来。哦，那是我借的。书呢？在这儿。为什么？因为你们大学里的书吧，有多友好，所以这个，哎，我一定会爱惜的。你为什么要看这些书？因为不学这个高级技术，我就拿不着。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正想当工人的女生。因为当初我进公司吧，就是因为我男朋友在这当技术员，现在人家博士留学回来了嘛，所以这不是想努努力，配得上人家。技术员啊？嗯。那你们看着挺悬殊的呀。平时有共同语言吗？灰姑娘和白马王子有共同语言吗？爱情就是彼此吸引的语言，懂不懂？质量具有引力效应和惯性效应，质量越大，引力就越大。所以月球会绕着地球转，灰姑娘会绕着白马王子转，反过来肯定不行，这叫悬殊。当然了，你不是灰姑娘，你不会绕着水晶鞋转，也不会绕着你男朋友转。喂，哦，现在能看房了？哎，好好好，现在来啊！我想说的是，你用不着世俗，做好自己。包老板，这台设备市场价是120万，二手价呢给你打8折。我现在再给你打8折，这台设备1年的残值可以收回70%啊，怎么算你都不吃亏。行，我们签合同。谢谢谢谢。好的好的，这边请。好，请。方董，哎呦，这些设备你已经收过首付款了，所以2次打折销售不算亏啊。邱省长，您怎么来了？常务会议之后，我想请你来办公室谈谈。你一直说忙，不过现在看起来你确实很忙，追欠款、降成本、去库存，每一样你都忙在了点子上。嗯，我也想去做一个会哭的孩子，但是您有奶给我吗？你不是不会哭，你是不屑哭。刹车和油门都在您脚下，我哭管用吗？急刹车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凝聚人心。我要是哭了，全公司1万多职工还不都得跟着我一块哭啊？那下次常务会议上，您该挨批评了。所以说，我们更应该好好聊聊，谈谈不公。我尊重常务会议的决定，但依旧，我保持我自己的观点。好嘞，这是合同，1式2份。没问题。好的，这个呢是给您的收据。哎，好嘞，谢谢啊。手续就办完了是吧？哎，办完了。谢谢您啊。再见啊。哎，辛苦了，拜拜。
还没修好啊！哎，这怎么了？这怎么就不走了？咋事？来赶时间。怎么办呀？这个。对啊，我怎么办呀？我赶着坐飞机了，这车怎么就坏了，停到这儿了嘞？看一下，我这车坏了，大巴呗。自然会修的呀，我也不知道现在没钱。哎，这个车坏了，赶紧给换车。师傅，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说不好，不过站里面通知已经发出来了，大家再等一下吧。谢谢啊。接你的人还没来啊？啊，应该快来了吧？走，坐我的车一起回市里。不用了，这已经耽误你这么长时间了，怪不好意思的。我没事儿。你手机是不是没电了？来，用我的手机给他打个电话。不用，我一会儿去哪个商家接个电源就行了。真不用啊？真不用了，不给你添麻烦了。啊，那我去充电了啊。嗯。See you。拜。宝贝儿，干什么呢？妈，哎呀，没看什么。快走。我爸呢？哎呦，你爸本来说要来的，可是一看你这个行程啊，心里想着肯定是会跟董梦石一个航班吧，所以就不来了，省得见面尴尬。我爸也想太多了吧，小心眼儿。哎呦，想少了那就是缺心眼儿。你说你坐这么超长时间的航班，万一在飞机上发了病怎么办啊？爸妈很担心你的，有些事情我们不得不想。有您说的那么吓人吗？有的。哎呀，好啦，我现在要回去睡一觉，然后呢，是你做的好吃的。好，好，好。你要多大杯啊？中杯的就可以了。嗯。哎，您的中杯好了。给您钱。哎，谢谢啊。哎，给您放这儿了啊。
主任回来了。哎，来，好。祝贺芳菲同学学成回家。谢谢爸，谢谢妈。欢迎。哎呀，这酒啊，经我女儿这手一倒啊，就显得那么顺口。爸，那我陪您喝点呗。行啊。好了，行了，意思下就行了。行了。哎呀妈，我这好不容易回国，我今天多开心啊！你就让我喝点嘛。孩子高兴嘛。我说了，意思下就行了。给我爸，你看，我都这么大了，我妈还要管我，就管你。给我，不给，给我，听话，给我。以后你要是嫁了人啊，你想让妈妈管，我都不管你。哎，芳菲，喝汤，这汤是你妈昨天晚上就开始炖起来的。好，你也喝呀，爸。我经常喝，你妈每一周啊给我炖2次鸡汤，这可是咱们方家的镇宅鸡汤啊。我尝一尝啊。怎么样？哇，太好喝了吧！我在那个国外啊，喝的那个什么牛尾汤、咖喱汤、什么蘑菇汤、什么香葱土豆奶油浓汤，我都快喝吐了，真的。那你多喝点啊。对了，爸，我听说重工换金融暂停了，你们那还需要工程机械的博士不？哎，芳菲啊，你赶紧吃菜吧，都凉了。米粉你最喜欢的，尝尝，再不吃就坨了。好，您做的？哇，我妈手艺现在这么好啊！尝一下啊，我妈的手艺，好好吃。哇，这牛肉也好好吃。好吃，多吃点。我希望的岗位是技术中心主管。我希望的薪酬是月薪3万，外加年终分红。怎么样啊？别灰心啊，好运啊，一定在下一个路口等着你。我又不是阿 Q。可是，在越不开心的时候呢，咱们越得自己找乐子，不能让自己的心太累了。我想问问你啊，之前咱不是在陆山工作过，也有那么好的工作成绩，为什么不回陆山啊？公司不是马上要转型做金融了吗？我担心我专业不对口。可是省政府都叫停了，干不了金融了。那我去问问。验证失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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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好。哎，小董啊。董事长出事了！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对我们在京销售的那批国3标准的设备来立案了。紧张什么呀？啊，你让明总去盯着这事儿，从立案、调查、结案、听证会、复核审议，任何一个环节，都有机会摆平的。副董，听说你回来很长时间了，怎么现在才到公司来报道啊？我之前办了点私事，
耽误了些时间。欢迎啊！谢谢董事长。好，明白。你这样啊，公司不景气啊，只能安排你回技术中心当一名普通的工程设计师了。这待遇嘛，比你想的也差很多。不是跟你说了不用来吗？来了也帮不上什么忙。我是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喂，有份外语培训的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干？如果愿意，你来找我一趟，地址发给你。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我去看看。要不你先回去。啊，好。怎么？不认识了吗？从学生变成老师，确实有点不认识。你也可以当老师的。我就算了吧。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落在我这儿了？趁你在飞机上睡着的时候，偷偷塞到你包里。我说过了，不能要你东西。你现在还给我，难不成想让我飞回美国把它退掉？这样吧，你呢用这个钱请我听一场音乐会，就当等价交换了。还有，我教一个高中实在太累了，去不了，所以呢，我推荐了你，他们答应了。你知道我是学工程机械的，这个工作我还知道。你没有拿我的事儿向我爸谋求好职位，有骨气。但国气并不妨碍你多挣点钱，生活本该体面点。谢谢。啊，周秘书，啊，我是明德江。邱省长什么时候有时间听我汇报啊？邱省长说让您安心养病。哎呀，我的身体不打紧的，不影响工作。您还是先养病吧，等您病好了，我再安排。林总，您这是，要出院吗？这是？我出院有司机，你跑来，耽误工作吗？哎，我来其实就是为了工作的。北京方面对咱们公司在京销售的国3排放标准的设备立案调查了。您看您要是身体允许的话，辛苦您去趟北京，跟他们沟通解释一下，尽量把风险化解。哎呀，恐怕我这个身体啊，还是不
都能出院。哎呦，那这是，那咱放桌上吧。水果给您放这，放桌上。那您先歇着。嗯。再来一圈。大臂下，小臂，好，别拉倒，收。来，再一次，下，收。干工程机械的还怕柴油烟的味儿了？我们这实验没做完呢。停，收。我问你，我让你换成国四发动机，为什么不换？公司的设备用的都是国三啊，都在售啊。我想换，可不可以？负责国四研发的郝主任都辞职了，我上哪儿给你弄去啊？有个内部消息，北京方面可能要对陆山在北京销售的4款没达到国四标准的设备进行500万的罚款，并责令停止销售。500万？是，交罚款，陆山肯定可以凑出来，但这样子口碑就砸了。更重要的是，要全部更换国四发动机，这一下子也没这么多钱啊。刚被叫停了重工换金融，这还没停呢，先死了。可能停不了，但是逼急了，就只能换金融。你们实验室还要人吗？我男朋友是留学回来的博士啊。不需要。您看看，给你整出来。现在不需要，不代表以后不需要，有备无患。你看一眼，很优秀。你把他的简历还有论文发给我。好，我现在就发你啊。我让你去找明德江处理这件事情，你怎么会弄成这样的一个样子呢？林总他不出院，我去了北京，人家也不可能搭理我。那就弄成现在这样一个结果啊！500万，你告诉我谁赔？你吗？董事长，这件事是坏事，但它也是一件好事儿。这不是逼着省委要么给钱救咱，要么同意接着换金融，自己找钱自救。出去！你又来捣方董事长，我是来帮忙解决国四危机的。进来吧。什么事儿？你说吧。原来陆山国四发动机升级改进的核心部分是针对发动机控制系统电脑更换相应的传感器、催化器的车载诊断系统 OBD。而你们公司有一位叫做董梦石的工程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发表过一篇解决氮氧化合物 SCR 技术核的论文，很实用。如果说能把 OBD 加 SCR 有效的整合好，再控制好成本，应该用1万块钱多一点就可以解决一台发动机，而且还可以成为新技术的突破点，继而转换成销售的卖点。当然，我对销售也不是很了解。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啊。你这回不跟我唱反调了，啊？李世民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容得下唱反调的魏征。当然了，我也不是魏征。我刚才只是点了一个题，重点是，您能否舍得下面子，弯得下腰，亲自把郝思泽请回来？
我告诉你，魏成，我从大学一毕业，进这个厂当技术员，干到今天，我在这结的婚，生的子，从厂长干到董事长，我对公司的感情，不比任何一个人少1分。为了公司，我什么都舍得。从您刚才没有听万主任的馊主意，就证明了这些。我走。能从 ST 麓山重工技术中心主任谋得我们公司技术副总监的职位，我已经非常尽力了。如果你同意，喝了这杯酒，咱们签合同。堂堂的麓山重工技术中心主任，只给个副总监，太小看人了吧？不去。董事长，思泽，是我不对，我跟你赔礼道歉。这个道歉，你接受不接受？你要不接受，接受，接受，接受。董事长，那好，跟我走。来。所以呢，你们不要每天都嚷着让我叫你们什么伦敦腔啊、纽约腔啊、牛津腔啊，因为当你们去面试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听到最多的是咖喱味的印度英语和秋刀鱼味的日式英语。Everybody understand? Yes. That's all.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next time. 你怎么来了？经理给我打电话表扬你，说你课上得好，很实用。我来旁听，果不其然。你不是来笑话我的吧？经理托我一件事儿，想聘你来这里当专职教师，收入会有保障的。这份工作只能解燃眉之急，让我的生活过得体面一点。但这并不是我的事业。你还想着工程机械？因为装备制造业始终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朝阳产业。难怪有人说事业是男人脊梁。脊梁不弯的男人，即使再丑，也一定会有几分迷人的姿色。你该不会是让你爸特殊关照我吧？需要我爸照顾的人，我不会多看他一眼。喂，哪位？我是方瑞洲。哦，董事长，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好的，明白。尾气温度420度，曹主任，把 MCR 空气压缩的这个压力再提升一点，让尿素溶液喷洒的更细密。好。催化还原反应很彻底，只剩下氮气跟水。啊！
我们再调试一下 OBD 对发动机扭矩输出的自动控制和限制。好。把种地的尿素放到车里，太有才了。这么简单，你怎么不学？你就应该多跟董事长学习。他就是看了孟石的一篇论文就中毒，就开始压担子、架梯子、搭台子，这样才能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要不然把你调过来降尿素。赤裸裸的报复！喝呀！燕子，不雅。这个不是豪爽吗？主要是今天挺高兴的，因为你重新回到麓山，又做了这么重要的工作，我就是想跟你好好庆祝一下。对，是该好好庆祝一下。哦，对了，我托运的行李刚到，给你买了礼物。看看喜不喜欢？那肯定喜欢。这个我之前在商场试过，300多块钱一只呢。当时我没舍得买。以后只要你喜欢，我就买给你。谢谢。你现在试试。别呀，现在抹上，回头都喝没了，太浪费了。我先收起来，回头再给他。哎，尝尝这个，这个虾特好吃。咱俩是不是应该再干一杯？得感谢一下方董慧眼识英才。方董啊，他绝对没有心思看我的 dissertation。哦。那可能是未成。之前我给他看了你的简历，然后他就要了你的论文。所以我觉得是他把你推荐给了方董。做麓山1号的魏成。嗯。来，你俩多吃点啊！够了，这都吃不完。今天我请客还不行吗？谢谢。那你们慢点吃，我先走了。哎，你等一下。这个呀，是孟石从美国买回来的，他不好送给你，让我转送。嗯。谢谢哥，谢谢哥，快去忙吧，忙了，我忙去了。你别生气啊，我这还有一个呢。哎，
要吸取这个教训，环保问题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大事。进来。邱省长，明德江来了。请。哎，谢谢。邱省长，德江同志啊，你一直要见我，什么事啊？您知道，我一直反对重工换金融的，但是现在公司里老方搞一言堂，没人听我的。现如今，常务会议做出了踩刹车的决定，而老方呢，依然是我行我素，大会小会说他没错，这是公开的跟您、跟省政府作对吗？就这事儿？是啊，我觉得啊，这是严重的无组织原则性。德江同志啊，国企改革啊，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的复杂性和规律性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摸索的。你是从机关调到麓山的，而方瑞洲是从麓山的技术、销售一步一步干起来的。你们俩对麓山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可惜，坐。在省委还没有做出最后决策之前，方瑞洲同志没有破罐子破摔，而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坚守岗位，追缴欠款，化解还某危机，确保公司的稳定。从这一点上来讲，是值得肯定的。为了支持麓山的改革，化解库存和产能，政府准备啊，集中采购市政环卫专用车辆。这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不瞒您说，我正想着把总公司下面的麓山环保机械公司做大、做强、做优。你和瑞洲同志好好研究一下，尽快报一个方案上来。病号肯出院了？啊，要不我去叫一下刘总。不会干事的人呢，一旦卯足了劲儿瞎干事，往往比会干事的人不干事，效果更让人糟心。是，董事长好。你这是？哦，明总让人通知我来参加市政环卫专用车辆设计的讨论会。你又不是环保机械公司的。这么重大的事儿，明总为什么不向董事长报告一下呢？行，你去吧，赵董。啊。
B 家的金属结构件手里没有问题，车的主动油缸、烟尾舱靠在哪儿了呢？3.1415926535897943。